这颗贝斯100瓦充电器的价值在小体积、低价格和手机的快充体验。东科高度集成的全套方案，撑起短时的100瓦爆发，保护也做得到位。小体积造成的散热和滤波余量偏紧，不推荐超过65瓦功率使用。按65瓦级小钢炮看很香，按100瓦级来看还差点火候。各位大家好啊！测试片我们已经跑完了，这颗贝斯100瓦充电器，它体积小，价格狠，手机快充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100瓦更像短时超频能力，长期满载并不是它的强项。那问题来了，在这么小的体积里，贝斯到底是怎么把单 C 口100瓦塞进去的？它的高功率密度靠的是电路方案器件集成，还是更激进的散热和空间压缩？所以这期拆解篇咱们就直接打开内部的结构，重点看电源方案、滤波措施、协议控制和散热处理。老规矩，测试看表现，拆解看原因。还是那句话啊，充电器拆解有触电的风险，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用切割机直接把盖子给它切开，切的差不多，直接把盖子撬开。全灌胶的工艺啊，交流的导线是2根线，一红一黑，上面还套有一层日手管。撬了半天了，还是把它拿不出来呀，这个胶粘得非常的紧。继续用切割机把它直接把盖子切了。难怪拉不出来啊！这个耐高温胶带它是粘在这个壳子上面的，所以说咱们怎么拉都拉不出来。这个是隔热垫啊，充电口的顶部一样贴有这种白色的隔热层。整个主板这个胶封的，大家看一下，清这个胶啊，花了我7G 48个小时。这就是内部的样子，整个电路架构还是很紧凑的，采用2片主板呈 L 型叠加，放在壳体里面，内部的空间冗余几乎是没有的。小体积的充电器文波不好压，就是因为空间太局促了，滤波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况。拆解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颗贝斯充电器内部的 PCB 被压得非常紧，保护、滤波、主变换、整流输出全部集中在这2块小板子上。这么小的空间塞进100瓦输出，设计思路就是高集成、高压缩，能省空间的地方绝不能浪费。另外，板子上还能看到独立的温度保护器件，这也对应了前面烤机测试里满载一段时间就会触发关断的现象。接下来我们就按电流路径往下看，先从输入 EMI 和主电源部分开始。看看这颗超小100瓦头到底是靠方案集成撑起来的，还是靠极限压缩换来的。先看输入 EMI 和主电源部分，第一道防线是东莞贝特电子贴片式 3.15 安保险丝，负责输入过流保护。贝特电子2003年成立，主营电路保护元件。旁边这一颗是四川特瑞祥科技出品的贴片热敏电阻，负责限制上电浪涌。特瑞祥2014年成立，主营陶瓷、安硅电容等被动器件。还有一颗惠州华凯微电子的温度开关，这个器件就是整机的热保护的硬件保险。前面烤机外壳70度左右就关断，和它的位置作用能对上的。华凯微2016年成立，主营温控器、温度开关等保护类器件。一颗未知品牌的 X2 安硅电容 0.22 微法275伏，负责抑制火零线之间的参谋干扰。迷你的环形供膜电感负责压供膜干扰，整流桥来自广东柳行电子，型号 YSBL8010，规格8安1000伏，负责把交流电整成高压脉动直流。柳行电子2012年成立，主做二极管、桥式整流器和功率半导体等。高压滤波用的是香港东家电子2颗高压电解，总容量是94微法，能撑住基本储能和滤波，但谈不上奢侈。再配合参谋电感组成派型滤波电路。东家电子1984年成立，主营铝电解电容器研发制造销售。主控芯片是重点，来自安徽东科半导体的 DK8712BD 和风氮化镓 AHP 主控。这个芯片把控制、驱动、氮化镓功率器件高度集成，外围器件压得很少。东科半导体2011年成立，主营电源管理芯片、氮化镓电源芯片等。
2颗大体积的 MLCC 作为携程电容，配合变压器完成高频能量转换。这一段电路输入保护有，滤波框架有，主电源方案很先进，但整体明显围绕小体积、高集成和成本压缩来做的。接着看隔离整流和输出部分。高低压隔离这里用了2颗特瑞祥的安规 Y 电容，规格都是470匹法，负责给供膜噪声提供受控回路，降低 EMI 干扰，同时满足安规绝缘要求。反馈部分有1颗台湾亿光电子的 EL1018 光电耦合器，作用是把次级输出状态通过光电信号传回初级主控芯片。亿光电子1983年成立，主营 LED、红外器件、光耦等光电半导体产品。同步整流芯片同样来自东科半导体，型号 100R50VN。这个器件的好处就是把控制器和 NMOS 整合在一起，集成度很高，也能把板子面积继续压下去。输出滤波电容来自兆庆绿宝石电子，容量1000微法，25伏，负责整流后储能和文波吸收。绿宝石电子2004年成立，主营铝电解电容器、固态电容器、超级电容等。协议芯片来自珠海智融科技的 SW2325P， 负责 C 口协议识别和输出调压管理。前面测试小米 PBS 没有兼容上，这个遗憾也落在协议车列这一层。智融科技2014年成立，主营电源管理芯片。VBox 开关管用的是深圳优金威电子的 YC65N03， 负责 C 口的通断控制。优金威2018年成立，专注功率半导体器件芯片研发与销售。这个充电口部分没有设置2次滤波，这个点也很关键，也能解释前面文波测试波形很稳，但整体文波谈不上好文波啊。R003 电阻负责输出电流采样，所以这个头的性格就摆在这里，追求低文波和长期100瓦硬扛的用户，看到这里应该是看懂了吧。兄弟们，这颗贝斯充电器的电路优缺点，我们先说优点。第一，东科这一套 AHB 和风主控加和风整流的方案确实有水平，高度集成的电路外围器件数量被压得很少，所以它才能把单 C 口100瓦塞进这么小的壳体里。前面测试它能短时间跑到100瓦，也说明这套主功率方案本身不是花架子，效率、集成度和功率密度都是立得住的。第二点就是保护做得比较完整，输入端有保险丝、NTC 供膜电感，隔离侧有 Y 电容和光电耦合器，输出端还有 VBox 开关和电流采样，板子上还放了温度开关。前面100瓦烤机跑到外壳70度左右关断，恰好说明保护确实是接管了。这样完整的热保护设计，把整个电路保护得很周全，可以让它不会因为失控而烧穿。再来说取舍，贝斯这次把体积和功率密度压得太激进，整机的散热余量、滤波余量都明显太紧张了。100瓦烤机负载2次都没有跑过35分钟，再加上充电口后面没有2次滤波，让它的输出文波全段还是在我的推荐区，但是大多数功率点只是一般档，谈不上很好的文波表现。综合以上，其实一句话能把这些说透。东科方案的底子不错，热设计保护也到位，但体积压得太狠，把100瓦充电器该有的余量吃掉了。这个贝斯100瓦小体积充电器测完拆完以后，它最有价值的地方是把价格、体积和手机快充体验做到了一个很有杀伤力的位置。单 C 口设计，结构简单，东科高集成方案也确实撑起了这个小体积。日常给手机、平板、轻薄本补电，体验是立得住的，但它的边界也很清楚，极小的体积没有给长期100瓦满载留下太多余量，散热空间紧，输出滤波也不能继续加码。测试里面的满功率应付载最终触发保护的表现和拆开以后看到的温度开关和高度压缩的电路布局，这些都能够互相印证。所以这颗头它更适合当一颗超小体积、偏手机快充取向的带短时100瓦超频能力的65瓦级别充电器。89元这个价格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是如果你要长期压100瓦笔记本，或者特别在意低文波表现，这颗就不适合优先考虑啊。所以我给出我的最终评价，这颗贝斯100瓦充电器的价值在小体积、低价格和手机的快充体验。东科高度集成的全套方案撑起短时的100瓦爆发，保护也做得到位。小体积造成的散热和滤波余量偏紧，不推荐超过65瓦功率使用。按65瓦级小钢炮看很香，按100瓦级来看还差点火候。测试为了了解，才是为真相，认真测带客观输出。我是离火车斋，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